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开场戏，来自西兰导演的《三只猴子》。我们在前面聊过汉江怪物的开场戏，我把它称作是始作俑者式的开场戏，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前因后果中的前因。今天这场戏也是类似的意思。画面渐现，黑夜中，一个中年男人在开车，他有点犯困。我们一直看着这个男人的表情，长时间没有切换过镜头。有时候看一些电影就像读书一样，不在安静的情况下，有些书是读不进去的。有点像西兰导演这样的电影，它没有那么强的类型元素，第一个画面又显得这么朴实无华，然后又让你长时间盯着看一个并不好看的男人，可能很多人其实就看不下去了。但这个电影我是强烈推荐的。在这个电影的幕后花絮里，我们看到整个拍摄过程几乎是没有人工打光的，现场的拍摄没有超过10个工作人员，但是可以看到西兰导演对演员的掌控，对画面里造型的执着追求。他是细节到那种演员的位置也会一点一点去调整，嘴唇张开多少，身体幅度变化的大小，一点一点都是在细抠。所以其实他是给了我们一个小成本拍片的一个示范。在如此低成本的情况下，那他是怎么靠这样的电影拿下戛纳的最佳导演的呢？这样的电影其实对现在我们的创作来说是更有帮助的。切到第二个镜头，这个镜头是一个大全景，一辆车行驶在一个乡间小路上，而且是一段弯路，两边都是树。首先这个镜头也是没有打光的，靠的是车灯的亮度，当然有可能是改过车灯的灯泡，因为有些车的车灯是比较暗的，但是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补光的部分。树林的有些部分已经变成死黑了。其实像这样的跟拍镜头肯定是拍了很长一段的，那在剪辑的时候用的应该是更富有视觉上的变化的那一段。汽车走直路就不如走弯路变化多，车灯扫过大量的树就比路边没有树变化多。我们看到很多的西部片，比如说拍美国的西部的那种公路，66号公路这样的一望无际的很长的公路，大部分电影也会选这种在高低起伏很大的路段，贴着地面的机位去拍一个汽车从消失到出现的一个过程。其实是汽车在远处上一个坡，车在坡下的时候镜头里是看不到的，然后汽车上坡就慢慢出现在画面里。这其实是为了解决镜头里的一个变化的问题，镜头里有了变化才能抓住观众的视线。从这个时刻开始，机位动得很缓慢了，然后这个车远去了，车灯掠过两边的树林，而且我们能看到这里有一个交通标志，这里的转弯比较复杂，一个 N 型的弯，大片的黑，灯光慢慢的变小，造型感很强。当我们没有预算去把夜晚的树林打出层次的时候，让它全黑下来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在商业片里一般是不可能允许这么大片的黑。刹车灯亮起来，又是一个变化，3个醒目的红色的灯，车要过弯了，画面全黑了，长时间的黑，但是我们听到一个长长的刹车声。慢慢的渐现，一个远处的车开过来，前景有一个人在小跑。我们看到刚开始从全黑渐现画面之后，也是画面上方的这个车的这部分区域先亮起来，画面下方再慢慢出现，甚至这里的补光灯也是在某个时刻接到导演的指令再慢慢亮起来。因为前面这个车刚出现的时候，基本画面其他的部分还是全黑，还是强烈的明暗对比，强烈的造型感。卡拉瓦乔的油画经常是强烈的明暗对比，中文语境下把它的这种用光方法称为是酒窖光线法，就是环境是全黑的，只有一束光打进来照亮主体，主体以外还全部是黑的。西兰导演的这个镜头应该是接近这种打光方式的一个范例。在这个开场戏里最好的镜头就是这个。这个过路车司机说要下去看一下，被撞的那个人还活着，可能想救人。一个女人说别做傻事，我们报警就行了。不知道土耳其是不是也有这种类似的案例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境放在中国完全合适，这个原因大家都清楚，并且台词也交代了过路车会记下车牌号，记得是这个肇事车辆的车牌号。这
这个镜头刚开始，戏是发生在画面的中心部分，也就是后景处。前景一直有一辆车，这辆车其实就是肇事车辆。前面一个镜头基本全黑的画面，我们听到长长的刹车声，其实我们也会有预感，肯定是有车祸了。但是这个刹车声音之后接什么，这其实是看不同导演的调度。电影是可以放大和缩小现实时间的，那长长的刹车声之后，下一个镜头重新接一个撞车的画面，就相当于前面这个黑夜的镜头，我们把视角放在这个位置，下个镜头选取了同样的一段时间，把视角放在了这个位置，重现一次刚刚那个长长的刹车声的时间点发生的事儿，是不是可以呢？其实也可以，这也让这个电影增添了一份类型元素。撞车戏嘛，刺激好看，但其实导演在这里放这个刹车的画外音，实际上是为了让观众想象发生了什么，因为冲突是发生在画外的。但同时更好的效果是这样不用拍撞车戏，因为撞车戏要花大价钱拍，对于这样明显的低成本电影来说是无法负担这样的戏份的。如果说不直接拍这个撞车戏，那现在机位要到这个撞车后的场景，选择什么机位也能看到导演的调度水准。在这里导演还是不让我们看清楚这个被撞的人是不是已经大吐血了，还是撞断了手脚了，我们都看不到。第一是因为场景在晚上，整个光线很暗，第二是这个景别是一个大全景，我们只能远远的观看，只能大致的看到一个形状，看不到细节。机位选择在这里是有多重考量的。第一，画面上的构图带有这个肇事车辆作为前景，增加了镜头内的层次。第二是后面运镜上的需要。这个过路车往画右开走了，也就是说这个路是往画右延伸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看到前面开车的男人。突然从画面左下角这个角落探出头来，而且是个特写的惊恐的表情，原来他一直藏在自己的车后面。过路车这个戏结束之后，我们需要看到的一定是这个前面的肇事司机，要么就是看到这个被撞的人。这个过路车刚刚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肇事司机他是从蹲着然后起来跑开，由画左出画，他下一次出现在画面内，其实出现在哪里都是可以的。有人说从画左出画就要从画右入画，没有这个规矩，这个都已经是上个世纪的视听语言了。所以导演选择让他在左下角出画，也是能看到他的调度能力。如果切一个镜头，比如这样，远处是过路车，这个是肇事车，肇事司机他窝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车头处，小心翼翼地看着这个过路车远去也可以，因为他要确认自己的脸没有被看到，他要谨慎一点。这时候重要的是他的动作，我们也需要看到他的表情，我们需要看到他对这个事故的看法反应，从他的表演上体现出来。这个人物撞了人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去承担责任，也没有报警的动作，而是选择躲藏。我们也大概知道这个人能是什么性格。如果是按照我说的切分了这个镜头，下一个镜头是切到他的表情特写，还是比如这个镜头延续，等人物确定过路车远去之后，他转过头来恰好面对镜头往前推一下，这样其实也可以，这是一种分切的拍法。但是导演在这里选择的是连续镜头，他让这个人物出现在左下角，且以特写的景别出现，我们能把他的表情看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镜头里，戏从后景变到前景，且从大全景变成特写，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固定镜头的案例。这是一个很大的雷声，要下雨了。雷声也可以代表人物心里的外化，天要塌了。因为后面剧情我们知道，这大哥是一个政府官员，并且此时还在选举阶段，要是爆出来他撞死了人，那政治前途就毁了。这就是本能的要掩盖罪行。他绕了一下回到驾驶位置，镜头一直跟摇，上车，机位还有一个小的升降，非常丝滑，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看的长镜头了。从远景到特写再到中近景，简单的摄影机运动却涵盖了足够多的景别变化。这大哥惊魂未定，快哭了，但他再也没有过去多看被害者一眼，他可能手上沾了血，他刚才蹲在地上看那个被害者。镜头一直没有切断，跟摇，肇事车辆开走，最后还变成全景，天也下起了雨。我们前面说的为什么选这个机位，因为这里的路有最多的变化。复原一下，其实是一个这样形状的弯路。现在这个机位在这里，车在这里，被撞的人在这里，与前面这个镜头里这个交通标志是相符的。就算是单独拍一辆车经过，从这里摇到这里，在构图上也已经足够好看了。何况这中间还完成了一场戏，
并且有足够的景别变化，这就是一个好看的高级的长镜头。回到这个镜头起伏，这里是选了一个弯路，弯处的这个过路车是从拐弯出来。从剧情上来说，这里当然也是对的，因为在拐弯的时候更容易发生事故，尤其在晚上。但它其实还是在选这个画面里的造型。如果是一个非常笔直的一条路开过来的话，造型就不如现在有的这个 S 型好看。这是很多的构图的视频里都会讲到的一种 S 型摄影构图。这个升降镜头是不是一定需要？是因为导演选了这个机位，而且他想要一个连续的镜头。如果要分切镜头，那除非你的镜头的起伏就已经不在这个位置，那或者说这个肇事司机往画右走的时候，镜头不要跟摇，直接切到这个画面，那这样其实就平庸了。所以其实导演的设计它是一体的，他一定是想清楚了，我这个起伏在这个位置，然后我的落伏在最后这个位置，然后中间我还要通过一个升降的运动能连续拍到这个人物的表演。最后给了受害者一个镜头，这个镜头也是一个大全景，它就像一只被撞的动物一样，尸体横陈在路中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不知道看视频的你是否在开车的过程中遇到过路上被碾压的小猫尸体？这是非常相似的感觉，它就孤零零的躺在那儿，没人关心，它还会不断的再次被碾压。这里我想跳出来再说一个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的观点，就是有不少人在说近景特写看情感，远景全景看氛围，这原则明显也是属于硬凹。为什么全景不能看情感？有时候恰恰是全景用的得当，会更有情感，全景更有电影感，相对近景特写来说。比如说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学生短片拍僵尸的，他拍一个老人被变成了僵尸，在树林里，僵尸在追其他的人。那他拍的这个僵尸爷爷就是一会儿拍嘴上的血，一会儿拍眼睛的表情，拍脸，一会儿拍手上的动作，僵尸的感觉，一会儿拍脚步，全景极少，特写拍起来太容易了，甚至说你这特写可能在内景补拍的都有可能。这个明显属于偷懒，这样的特写完全没有电影感。就像我们之前在天国与地狱那个视频里讲到过的一个电影，演员的特写因为 F2 甚至更大的光圈变成了在纯色背景前的表演，极大的虚化。这是即便是放到今天，这也是完全没有电影感的一个体现。所以我建议是更多的去雕琢相对全的景别。拍过戏的人也都知道，其实全景是最不好拍的，主镜头是最难拍的。那一般都是先大后小，先大景别后小景别，小景别光也可控，然后各方面也可控，就比较容易拍。再延伸说一下焦段，就是有些人教大家多用长焦，将画面里杂乱的东西避掉，就容易得到干净的画面，确实是没错。但是这也就失去了很多调度的可能性，摆造型的可能性，并且长焦镜头的窥视感是无法消解的。这个是你拍全景近景都一样的。如果你有过拍片经验的，一定会遇到一些摄影在导演要求特写的时候他换85毫米，在要求全景的时候他要换25毫米或者35毫米甚至15毫米。下次我建议拍特写的时候用一下35毫米或者是25毫米，由焦段和透视还有物理距离的组合能得出纯视觉的美感。回到这里，这个全景能说没有情感吗？一定要怼上去拍特写，拍这个被害者闭着的眼睛才有情感吗？显然不是的。又一个雷声，出片名3只猴子。正是因为这个官员撞了人，导致后面全片的一连串剧情的发生，所以这场戏算是一个前因，算是始作俑者。但这场戏也不算是激励事件，因为这里没有出现主角。这个电影的主角是一家三口，他们3个人被官员利用权力耍得团团转。严格来说，官员找到这个男主人让他顶罪，并且男主人也答应了，这场戏才算是这个电影的激励事件。总结一下，第一，低成本制作的前提下，怎样才能有更强的电影感，还得看导演设计和调度，你需要有更多的视听上的想法。我想那个长镜头没人能说这个看着廉价。第二，画完音让叙事有更多的可能。第三，还是我们之前多次说过的，长镜头中如何实现更多的变化。好的，这期就到这里，下次见。